東北的衰退遠超想象，堪稱慘烈。不是經濟放緩，不是結構調整，而是系統性塌陷。30年前，他還是共和國的長子，今天卻成了全國體制病灶的標本切片，任人觀摩，冷豔解剖，連嘆息都越來越輕。從數據看，東北是一個正在消失的地理概念。2024年，黑龍江出生率只有3.35%，每1000個人只剩下3個新生兒。換句話說，一座擁有30萬人口的縣，全年出生不到1000個孩子。與此同時，離結比高達81%，100對結婚，81對離婚。不是婚姻崩塌，是對未來的集體撤離。更殘酷的是，東北65歲以上人口超過900萬，佔總人口21.9%，全面進入重度老齡化。老得太快，連後代都沒時間出生。有人調侃東北進入人口三煞：出生率墊底，死亡率爆表，離婚率封頂。不生了，不過了，不活了，聽起來像段子，其實是現實主義掛滿屍體的紀實文學。東北為什麼會走到今天？答案很簡單，他把體制信到極致。東北是全中國最聽話的地方，國企比例最高，計劃生育最徹底，政策執行最不打折，所有人的命運都寫在紅頭文件裡。而問題就在於，當體制開始出錯時，它也最先坍塌。一胎化政策在東北不是被執行，而是被信仰化，結果就是生育被精準清零，人口斷崖被提前透支。今天中國其他地區感到的生育焦慮，不過是東北20年前的回聲。東北不是落後，是提前耗盡未來。公開數據顯示，2024年黑龍江常住人口減少33萬人，遼寧減少27萬人，吉林減少22.1萬人。一年之內，東北3省合計減少81.7萬人。把時間線拉長，10年裡，東北人口減少超過1100萬人。而這還只是體面數據。網友直言，真實流失遠比統計更狠。大量退休老人候鳥式遷移，隨子女南漂定居。如果按實際居住人口統計，東北流失速度可能已經超出官方認知極限。鄉村更慘。數據顯示，2005年全國約有360萬個自然村，2017年只剩261.7萬個。也就是說，12年時間，近100萬個村莊消失。每天約224個自然村從中國地理上蒸發。這不是城鎮化，這是文明退場。東北是這場消失潮的第一陣中，10囤9空不再是形容詞，是一種常態照片。晚上8點之後，街道黑，樓層暗，窗戶滅，燈光熄，整座城市像被切掉供電的孤島。大連這個曾經的北方明珠，如今更像被潮水沖刷後的貝殼，外殼還在，珍珠沒了。夜場消失，高端商圈倒閉，門面一排排招租，很多街區晚上7點後幾乎斷人。企業倒閉潮，工作機會枯竭，許多年輕人拿着3-4千塊的工資，房貸幾千，車貸幾千，每天在生存線上做平衡木，撐不住的直接跳下去。當地人說，這些年自殺的、猝死的太多了。這種話在東北不是新聞，是日常敘述。東北不是不想努力，是努力方向被系統反覆打斷。90年代末，國企改革一刀切，大批工人下崗，一夜之間失去生計。當年那場改革在學術上被稱為轉型陣痛，但對東北工人來說，那是一場無聲的經濟屠殺。後來東北人成群南下，進工廠，進工地，進服務業，靠外地就業幫體制減壓，卻也讓本地經濟徹底失血。結果是產業塌陷，人口外流，消費萎縮，投資中斷，
二次塌陷，一個標準的鐵鏽循環。美國產業衰敗用了200年，東北用40年走完全部流程，遙遙領先。再看更深的傷口，養老金。早在2015年，黑龍江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基金當期就已斥資183億元，遼寧斥資105億，吉林斥資41億。現在什麼概念？是當年數據的老版本，但今天的問題只會放大。原因很簡單，領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多，交社保的人越來越少。一個正在老去卻沒有年輕人的社會，只能靠全國補血。東北養老金靠的是全國財政輸血生存，自身造血早已萎縮殆盡。這不是財政問題，這是人口結構崩壞後的必然塌陷。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東北會這樣，關鍵在於這個區域對體制的信仰和依賴是刻進骨子裡的。腐敗、權力尋租、國企壟斷、民營經濟被擠壓，投資環境被一句投資不過3海關概括得乾淨利落。當一個地方權力大於規則，資源只流向熟人，市場永遠配給不了希望，你怎麼指望年輕人留下？更恐怖的是，東北的今天不是孤立。當其他省份的生育率持續滑向低谷，當民營企業繼續被擠壓，當年輕人集體低欲望，東北就不再是特例，而是預演版本。東北不是墜落，是提前抵達終點，而這個終點遠比想象中近。很多人問，東北塌陷的真正元兇是什麼？答案只有2個字：體制。但它不是高大上的政治課，是中國人每天都能踩到的現實。東北是對中國體制執行最乾淨的地方，國企比例全國最高，行政干預經濟最深，市場空間最小。90年代末的國企改革就是在這裡下了最狠的刀，一夜之間，幾十萬工人下崗，家屬區瞬間淪為失業基地，整個工業體系被連根拔掉。有人說這是效率改革，但在東北，這是對一個完整社會結構的外科切除，沒有重新縫合，只有任其失血。國企的衰敗不是問題，問題是沒有民營企業接住。東北的民營經濟一直發育不良，官本位根深蒂固，權力干預無處不在，市場入場成本極高。你想創業，先問問關係有沒有，背景硬不硬？沒有，那你只能在灰色地帶苟活，或者直接離開。所以你會發現，東北不是人才少，是人才留不住。最能逃的先逃走了，剩下的是沒法走的。這就是人口結構塌陷的深層邏輯。很多人說現在國家在搞東北振興，你去翻時間線會發現，從2003年起，振興東北的口號就像雨季一樣年年報道，政策文件一批接一批，資金扶持一輪又一輪，會議精神一份又一份。可現實是 GDP 增長率長期低於全國平均，人口繼續流失，企業繼續倒閉，振興方案成了展覽品。你不能用輸血救活一具主動停止造血的系統。更可怕的不是經濟崩，是文明功能衰減。學校在消失，幼兒園在消失，婚禮在消失，新生兒在消失。很多城市好幾年沒聽過新生兒啼哭。你可以沒有 GDP 增長，但你不能沒有孩子，因為沒有孩子就沒有未來。東北現在的狀態是一種社會喪失自我修復能力的進程，老齡化加速，年輕人斷層，勞動人口減少，財政壓力加大，養老金靠轉移支付維持，地方財政靠賣地苟活。但是房子賣給誰？沒人了。
不是房價跌，是買方市場直接消失。過去幾十年，房地產靠人口紅利。東北告訴全國，當人口紅利沒了，房子連跌都沒機會，只能將死。一座城市如果不再有年輕人，它會變成什麼？不是鬼城，而是慢性休克體。很多人說東北情緒低迷，其實不是情緒，是生存本能關閉。你可以聽到這樣的聲音：不敢結婚，不敢生子，不敢失業，不敢得病，乾脆不努力了，努力沒用。這不是消極，是習得性絕望。當一個地域接連30年沒有成功敘事，下一代會自動關閉期待，這比貧窮更絕望。有人說東北的問題全國不會複製，可你看看今天的全國生育數據，看看年輕人就業環境，看看房價與收入剪刀差，你會發現，不是東北特殊，是東北提前按下了快進鍵。當其他省份也開始陷入生育持續下滑加就業壓力劇增加產業單一化加行政干預加劇，東北的故事就會成為劇本模板。只是時間早晚，東北的悲劇本質是一場體制實驗的樣本。當一切由行政主導，當市場被衡量政治風險替代，當人的命運被政策週期反覆波動，結果就是活力消失，信心枯竭，人口撤離，社會不再更新，只是老化。有一個更冷酷的判斷，東北已經開始進入文明退化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徵是，機構還在，系統還轉，但支撐系統的主體人已經逐漸消失。沒有爆炸，沒有戰爭，只有日常流失，像漏水的血管，一滴一滴，慢但致命。東北還有沒有逆轉可能？這不是經濟問題，是制度慣性問題。只解決經濟而不改變制度邏輯，只能延期，不能逆轉。所以東北的問題本質不是落後，是先行耗盡。它只是提前告訴你，如果一個社會長期透支人口，壓縮個體空間，消耗年輕人意志，最終一定走向冷卻。它的結局不由 GDP 決定，而由人口結構決定。而人口一旦斷裂，經濟只是垂死生命的心電圖。東北不是結束，它只是中國現代社會的預告片，而你現在看到的才剛剛開始。